在上个月，伴随着俄罗斯的强势介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国家围绕纳卡地区的战争，最终以亚美尼亚割地赔款而告一段落。然而，纳卡地区迎来和平才1个月的时间，纳卡地区的战火再一次被点燃。根据俄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当地时间12月13日的消息显示，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公告，亚阿双方在纳卡地区的和平协议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自从俄罗斯维和部队进驻纳卡地区以来，和平协议首次被打破。在当地时间11号，有报告显示，在当天，阿塞拜疆军队向纳卡地区南部的新塔赫和赫萨伯德地区发起进攻，在进攻中有3名阿军士兵受伤。就如同此前纳卡地区发生的事情一样，阿塞拜疆当局第一时间就对外释放消息，声称是亚美尼亚先动的手，因为对手的挑衅造成了1名阿军士兵受伤，才让事态升级，演变成双方交火。不过，很蹊跷的一点就在于，在割地赔款之后，很多亚美尼亚军队已经是撤离了相关地区的，即便一些居民故土难离，也不过是小部分人。弱小势力向拥有现代化武器、完整编制的军队挑衅，这就有些不合理了。联系上战争中，后者不断有虐待俘虏平民的视频流出，这件事情也就显得有些不言而喻了。需要指出的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也是相关势力对俄罗斯底线的一个试探。毕竟，俄罗斯之前就已经放过话，要求该地区保持和平，就连维和部队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派遣到当地，为了疏通交通道路进行排雷，甚至在这里丢了人命。只要是双方又给打起来了，对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无疑是一次巨大打击。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当时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签订条约，后者割地赔款之后，纳卡地区有不少人送走妻儿之后，自发组织起来，形成游击队的形式，继续坚持和阿塞拜疆作战。而且这批人中有不少都是曾经接受过军事化训练的退伍军人或是现役军人，虽然因为装备限制，作战能力有限，但是如果光是在山区复杂地形下来几下黑枪还是没问题的。因此，如果是阿塞拜疆因为不断的游击队袭击，所以动用正规军在纳卡南部围剿，进而导致的交火，这倒也并非不可能。不论是哪种方面的原因，但至少对于俄罗斯来说，考验它的时候到了。如果放任不管，对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将是毁灭性的，甚至有可能在俄罗斯的南部腹地培养出一个完全反俄的势力。但如果要管，又必须进一步投入大量资源兵力。如果算上俄军在叙利亚的投入，俄罗斯为了力保后院不失，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对于本就半死不活的俄罗斯经济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巨大伤口，不断流血。嫦娥探月工程挖土项目已经接近尾声，除了土特产，我们还带回了什么？嫦娥人的未来路在何方？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自上个月奔月以来，嫦娥5号已经远离家园近20天了，整个飞行任务预计耗时23天，也就是说，还有3天的样子，就能看到穿越星河而来的嫦娥向家奔来，奔我们而来。据中国全球电视网12月13日报道，中国国家航天局当天宣布，嫦娥航天器已经启程返航。报道称，北京时间13日的凌晨，到达距离月表230公里处后，嫦娥5号再次启动4台发动机，在朝着地球轨道飞行了约22分钟之后，进入指定轨道并熄火。这种变轨方式通常被称为霍曼转移。按照惯例，科学家瓦尔特·霍曼是这一方法的提出者。通过2次引擎加速或减速的动力推进，就能够实现高低轨道之间的转换。最大的优势就是省油，这也是出航在外至关重要的一点。于是，在霍曼转移理论的指导之下，嫦娥5号目前已经逃脱月球重力，到达可通往地球的返航轨道上。当嫦娥距离到达地球约5000公里处，其中的轨道器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接下来的路就将由返回器独自完成。返回器将通过跳跃式载入，跳出大气层后回落地球，预计落点位于我国地势平坦的内蒙古自治区。可以说，嫦娥探月取土的任务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返回器所要面临的跳跃式载入的技术，也早在2014年的成功试验中得到检验。此次挖土经验令我们乃至全球人类都获得了宝贵的宇宙财富，而跨越天体的运输经验也让我们感到了自己似乎真的拥有了手可摘星河的神奇能力。这次是造访月球，并带回了一点土特产。那么在月球上扎根以后，是否能够借月之力，以月球人之名，向更深邃的星空远眺？是的，没错，疑似挖土成瘾的嫦娥之父有话说：探月远非嫦娥人的终点。
环球网13日报道，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对环球网记者说道：“中国采样月球还是第一次，但是此次的登月技术也比前人更为完善，对业界了解月球历史有着相当的帮助。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采样火星，操作什么的和探月相差不大，所以探月的经验对于我们的下一个目标而言，就是一道有迹可循的成功之路。”此外，欧阳自远院士表示，嫦娥5号是我们所有航天任务中最为复杂的一次，其中的去、落、回3个步骤体现了我国漫漫宇宙路上的里程碑式的进步节点。任何一项都是历经多年科研磨练而得的宝贵经验，有了这些积累，才能在航天项目的开发上脚踏实地地走得更远。而这3个步骤除了能够应用于探月探星这种航天任务，更能够推动由无人探月到载人探月的重要太空探索飞跃。嫦娥也为其中的技术验证提供了关键论证要素。此次登月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的信心、技术、能力都是一次极大的跨步。对于中国350艘军舰数量，美军是羡慕不已，决定将军舰规模在2030年扩建到355艘。结果被告知，同一时间，中国军舰规模将超过420艘。据国防世界网站12月11号报道称，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海军仍然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因为他们将拥有超过420艘军舰，而美国海军技能在2030年代初达到355艘军舰的规模。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军舰不论是从建造规模还是建造数量上来说，都要远远低于中国。据美军为期30年的军舰建造计划，福特级航母数量8到11艘，不过这是2016年的计划，计划在2058年前建造10艘福特级航母，接替现有的企业级航母和尼米兹航母，将140艘无人舰艇增至240艘，攻击型核潜艇由50艘增加到70艘至80艘，但弹道导弹核潜艇反而由目前14艘减至12艘。现役4艘巡航导弹核潜艇也撤编，新增星座级巡防舰20艘，6艘轻型航母、大型水面战斗舰数量不明。据悉，如果军舰服役期限以35年来算的话，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中最年轻的军舰已经有26年的服役史，而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服役时间超过20年的军舰也有30艘，剩下的美军军舰服役超过10年的也仅有10艘，算上可能将在今年年末服役的布莱克号。另外，目前美国海军只剩下自由级和独立级2种滨海战斗舰，放弃其他的护卫舰和巡防舰，留下了以巡洋舰、驱逐舰等宙斯盾舰为主力军舰战斗群，导致滨海战斗舰力量严重不足，直到2020年才在造船计划中交由意大利芬堪蒂尼集团建造20艘星座级巡防舰。因此，美国国防部为期30年的造船计划不仅仅是为了扩大军舰规模，追赶中国军舰规模，更多的是不时填充美军军舰的数量，以及延长驱逐舰使用的寿命。那么直到2030年，美国海军的军舰规模可能不进反退。相反，美国国会智囊团国会研究服务局或 CRS 在另一份报告中预测，截至2030年年底，中国将建造至少70艘新军舰，军舰数量在2025年突破400艘，使海军军舰规模由现有的350艘增长为420艘，甚至有可能是425艘。因此，美媒都建议美国国防部增加未来计划的造船数量，进一步扩大海军军舰舰队规模，以确保与中国的军舰规模缩小。但小编分析认为不可能，因为此前美国前任国防部长自2016年就提出355艘军舰计划，一直催促国会增加海军造船费用。现在4年过去了，355艘计划是勉强批下来，但主要造船计划除了很早确定下来的航母计划，其次的建造不是以大型水面舰艇为主，而是以无人舰艇。实际上来看，美国才是最头疼自身军舰规模扩大会带来巨额军费的国家。严重怀疑前段时间中国2025年造船计划披露出来后，美媒的分析文章称中国维系不了庞大的军舰造船费用以及后续后勤维护、人员费用等实际情况，写的是美国自己。中国军舰规模2030年是否增长到420艘还是未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中国要建造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不会停止自身前进的脚步。期待中国未来核动力航母和新型的水面战斗舰。